喝多了误入坟地，发现墓碑旁站着一个黑衣帅哥。我搭讪问他在这干嘛，帅哥悠悠地回答：我在等我家人给我送纸钱。我酒醒了大半，打算赶紧下坡跑路。帅哥一愣，热心地问道：你也要下去吗？我吓疯了，立马屁滚尿流地跑回学校。结果第二天，室友一脸吃瓜地跟我说：听说咱们学院的男神昨晚被当成鬼了。月黑风高夜，喝醉了的我想抄近道回学校，没想到误入一片坟地。当我摇摇晃晃地找路时，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巨帅的黑衣帅哥。从我这个角度，只能看到他精致的侧颜、微红的双眼和白得过分的皮肤。见我过来，他眯着眼睛扫了我一眼：要让路吗？声音低沉好听，伴随着夏日的暖风传到我耳朵里。我酒壮怂人胆，打算去搭讪一波，顺便问问路。他的眼睛微微睁大，似乎终于看清我的长相，诧异道：陆春和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帅的帅哥了？不管了，熟人那就更好办了。于是我趁机套近乎问：你大半夜在这干啥呢？出口我就后悔了，来这还能干啥？我属实问了句废话。他收敛了最初冰冷锐利的气场，眼神变得柔和起来，说：在等家人给我送纸钱。我酒醒了大半，冷汗刷了一下就下来了。瞬间各种聊斋志异里的诡异故事浮上心头，又综合起前几天看到的恐怖小说，我紧张的抬眼再去看他，发现这人还在认真看着我，原本帅气的脸现在隐匿在黑暗中，我有点害怕。见我愣着不动，他有些不知所措，突然对我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妈呀，我不会真的遇到鬼了吧？怪不得他知道我的名字，太可怕了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就该跑了，奈何这个死腿，他居然被吓软了，跑不起来。于是我只能僵硬地对他扯出一个笑。他还是注视着我，眸子里似有情绪闪过，然后迅速移开目光，低着头问我：你一个人？啊，是啊，我是人啊，但是你是不是就说不准了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老觉得他耳朵红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看了看身后的坡，继续说：需要我送你下去吗？送我下去？去哪里？我不想去下面啊。我的死腿终于罢工，就这么水灵灵地跪在他面前。他见我跌在地上，也吓了一跳，伸手就要来扶我。背后突然起风，头顶的路灯刺啦闪了一下，这一瞬间我的恐惧达到顶峰，闭着眼开始滋哇乱叫，胡乱拍打，慌乱中好像给了他一巴掌。因为我看到他愣在原地，似乎终于明白过来什么，然后飞快地说：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趁他愣神的功夫推开他，强撑着站起来就跑。他似乎在我身后轻声喊我的名字，说什么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之类的话。我更害怕了。俗话说鬼喊人一定不能回头，于是我使出了跑800米的速度，飞快地跑出坟地。第二天我喜提感冒发烧，嗓子疼3件套，看来他还是没放过我。我裹着被子在某多多上打算下单八卦、桃木剑和十字架，主打一个中西合璧，用魔法打败魔法，妖魔鬼怪快离开。这时室友小宁回来干饭，一边乐呵一边跟我说：哎，咱们学院的男神宋玉恒好像昨天被人当成鬼了。宋玉恒好像是研一的学弟，经常听人说他帅，但是一直没见过。话说他还算幸运，不像我这是真遇到鬼了，这不今天就中邪发烧了。于是一边擦鼻涕一边问：你怎么知道啊？小宁把手机凑过来，一边笑一边说：他室友发动态打趣他啊，说他自从昨天在公墓那块被一个女生当成鬼之后回来，就一脸严肃，本来就冰块脸，现在更冰块了。我吃瓜的心态在看到动态末尾照片的一瞬间立马崩塌。照片上的人高胡都挡不住的帅，精致俊朗的侧脸和我昨晚在墓地见到的帅鬼完美重合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了眼动态的时间地点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完全一致啊。我昨天遇到的鬼是他，这么小众的赛道都被我找到了。小宁忽略我宕机的表情，调侃道：这么帅都能被当成鬼，那女生不会喝大了吧？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。我有罪，我脑瓜子嗡嗡的，昨晚原本恐怖的经历突然就变得无比尴尬，我感到愧疚。昨晚好像是我先去搭讪人家，之后把人学弟当成鬼，我还给了他一巴掌。啊！我沮丧地抓着头发，小宁看我一脸愁容，诧异道：你怎么一副天塌了的表情？对了，你为啥买桃木剑？我立马取消订单，摆了摆手，因为做了亏心事。学弟啊，我真是对不起你，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喝酒误事，古人诚不我欺。当我还在继续回忆昨晚的细节时，小宁突然看了眼时间，急匆匆冲我大喊：今天的交流会要开始了，你还要发言的。卧槽，差点忘了正事。来不及再去想那些细节，我只能许愿他忘了昨晚抓马的一切。我会一身荤素搭配，许愿他发大财。没想到当我中午急匆匆地赶到讲座现场时，那位昨晚在坟前被我当成鬼的宋玉恒居然站在讲台上，正在讲着什么。见我进来，他讲话的声音突然停顿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接着讲。我硬着头皮赶紧找空位置坐下，心里默念：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冷不防抬头时，和他目光短暂地交汇在一起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注意到他眼睛又眯起来，和昨天一模一样的审视目光。要完，认出我了。我飞快低头，但是总觉得那道视线一直落在我身上。小宁一边放书包一边说：你今天偷感这么重的吗？哈哈，你的直觉好敏锐啊。余光里，我还是忍不住偷偷打量讲台上的宋玉恒。他穿着干净清爽的衬衫，阳光穿过百叶窗，恰好打在他的眼镜边框上，将他整个人都包裹在光里。不得不说，这哥们儿是硬帅啊，怪不得被称为男神。虽然这种男神评选平台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选的，但是确实帅。怎么办？我马上也要去台上分享，肯定会和他擦肩而过，这也太尴尬了吧。该来的还是要来。到我们年级的时候，我深呼吸好几口，整理好情绪之后，就站在讲台上分享着经验。整个过程我都非常投入的去给大家讲我的课题，
暂时忘记了令人尴尬的事情。结束的时候，我目光扫过台下，这才发现宋玉恒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认真地注视着我，眸子里都是晦暗不明的情绪。我一愣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从结束那一刻就开始慢慢分散，再加上感冒发烧头更晕了，我这替自己尴尬的毛病又犯了。等大家都开始收拾东西走的时候，宋玉恒也站起来，向前迈了一步，我的心立马悬起来，他这是要走？太好了，快走！然后几个学妹比他速度更快，越过他很热情冲我走过来，和我交流 PPT 上的内容。我揉着太阳穴和他们继续交流，继续答疑。余光里，宋玉恒抿着唇站在原地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然后又重新坐了回去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，他不是刚刚要走吗？怎么又不走了？等我给学妹答疑结束时，整个教室就剩下我和他，还有我那个等着睡死过去的室友。我脑子已经昏得不能思考，飞快走到小宁旁边，拍醒他，打算溜。宋玉恒突然走过来，似乎在挣扎什么，最后还是开口：“等一下。”还是认出我要开始算账了吗？我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了，面上还是装得很平静。谁知道他突然沉默了，似乎在想怎么开口，然后从口袋取出一串钥匙，有些僵硬地说：“你昨晚留下的。”我靠，怪不得我找不到家钥匙了，感情是丢在那里了。这一瞬间我更愧疚了，多好的学弟还给我送钥匙。我赶紧道谢，刚伸手从他手掌里拿过钥匙，就听到一声惊呼：“卧槽！”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回头，发现小宁在这时候悠悠转醒。从他的视角来看，就是我红着脸伸手搭在宋玉恒手里。小宁一脸睡醒后的懵逼，但是也不忘吃瓜，弱弱地问：“不然我接着睡，你们继续。”我立马弹跳闪到一边划清界限，宋玉恒还保持着伸手的动作，莫名有点落寞。我打算向他们解释，但是却完全不知道从哪说起，于是递给室友一个眼神，示意他赶紧带我跑。这位学弟，我之后亲自道歉吧。小宁点点头，一脸我懂，然后一个人跑了，还不忘给我加油安慰：“没事哒，没事哒，没事哒。”没事为什么跑了？呜呜呜！小宁走后，整个教室彻底只剩我们俩，空气里弥漫着尴尬的味道。早死晚死都得死。我眼一闭心一横，打算直接开口道歉的时候，一直沉默的宋玉恒突然开口：“道歉。”我诧异的看着他，发现他头转到一边，似乎极其懊恼，纠结很久才说：“昨晚是我用词不当吓到你了。”天哪，明明是我昨晚喝大了，不仅错路把他当成鬼，还给了他一巴掌，怎么他还给我道歉？我连忙摆手，也连连给他道歉。整个过程，宋玉恒一直很专注地望向我，他好像每次看向我的时候都是这样清澈认真的眼神。说到最后，我真诚地说：“学弟，实在是对不住，希望你别被我影响，别不开心。”看他室友发的动态，听说他不是挺抑郁的吗？宋玉恒一愣，缓缓地摇头，没有不开心，相反，我控制不住打了个喷嚏，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，连忙从包里取纸巾擦鼻涕，奈何包太大了，我翻了半天都没找着。正愁的时候，宋玉恒默默地给我递来一张纸，大好人啊！教室空调冷气开得太足了，这时我才想到我感冒了，于是立马退后一步。宋玉恒不解地望着我，我解释说自己感冒了，不想传染给他。他又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在组织语言，半晌才说：“没事，我喜欢感冒。”我震惊地看着他，这孩子不会想用感冒讨组会吧？他看到我惊讶的表情，微微皱眉，感觉更懊恼了。我向他笑了笑，表示理解。研究生嘛，哪有不疯的？他看到我笑，也下意识地勾起嘴角，但是又像是想到什么一样，立马又不笑了。我没多想，看了眼时间，这回我得回家吃饭了。宋玉恒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有些迟疑：“要走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：“对呀，误会都解除了，也道歉过了，我得干饭呢。”宋玉恒修长的手指紧紧握着手机，面上依旧平静，缓缓点头，开始慢慢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我拿起包向他告别之后，就快步走了出去。我没纸了，不然马上鼻炎加感冒的要我的命，我得赶紧去买纸。教学楼外的蝉激烈的鸣叫着，夕阳洒在楼道里，将整个黄昏染得火红。我走到一半，身后突然传来声音，回头去看，宋玉恒额头上微微有些出汗，呼吸有些喘，似乎是小跑过来的。夕阳的风将他的声音吹得有些破碎，我听到他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学姐，能不能加个微信？”加微信？我诧异地看着他，突然想起来几个学妹最后也是加了我微信问我问题，了然地掏出手机问：“你也对我的方向感兴趣吗？”他一怔，脱口而出：“不是，我对你的方向感兴趣。”这学弟怎么喜欢重复我说的话？虽然长得帅，但怎么怪里怪气的？我亮出二维码，他凑近扫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手抖得厉害，骨节分明的手指尖通红，扫了半天都没扫上。我忍不住想笑，打趣道：“学弟手机该换了呀。”然后让他打开二维码，我来扫他。宋玉恒的脸在我打趣后开始慢慢变红，一直蔓延到耳朵尖。我更想笑了，然后去扫他的二维码，紧接着就是一脸问号：“不是哥吗？你打开的是收款码呀？发烧的到底是我还是他？”他见我盯着手机无奈的笑，还挺诧异，原本有些勾人的桃花眼这么无辜地望着我，莫名有些可爱。我实在忍不住逗他，亮出扫出的界面问道：“学弟，昨晚的精神损失费打算让我赔多少啊？”他先是一愣，然后整个人都红温了，说话都有点不利索，立马道歉。折腾了好一会儿，总算是加上微信了。我再次跟他再见之后就要走，宋玉恒总算是从尴尬中反应过来，下意识伸出手，然后又堪堪停在半空，慢半拍地问：“那我要是想问你问题，可以发微信吗？”“当然可以呀。”我点点头，然后提着包就下了楼梯。余光里，宋玉恒依旧站在楼梯口的阳光里，一直望着我离去，就像那天晚上一样。一回宿舍，小宁就极其八卦地凑过来：“老师交代，你和宋玉恒怎么回事？”
我一边找退烧药，一边给他讲我昨天的离奇遭遇。小宁已经笑倒在床上了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感情昨晚宋玉衡遇到的是你呀？你说说你，上次喝酒带玉言碰瓷自己亲哥，这次又把学弟当成鬼揍。玉言也是我室友，不过跟我不是一个专业的，所以经常不在宿舍。陈年就是了，怎么还提？我这不是也促成一段家缘，给我找了个嫂子吗？”我冲他哼哼两声，小宁突然来劲：“哎，你说你上次喝酒给你找了个嫂子，这次不会给你找个男友吧？好家伙，这话可不兴说。我自从上次失恋说出我是他养大的玫瑰这种话后，从而喜提玫瑰姐的称号，我已经封心所爱了，不然下次不知道成什么姐了。”果然，小宁又凑近逗我：“是不是啊，玫瑰姐？”然后就是一阵笑。走开呀！找了一圈，整个宿舍只凑出一盒过期的布洛芬，我没辙，只能去就近的药店买药。结果一进药店，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正是刚刚才和我分别的宋玉衡。他在这干啥？我在旁边一边看他一边挑感冒药，就听到他问店员：“麻烦您帮忙拿一下所有类型的感冒药。”顿了顿，似乎想起来什么，又说：“还有治疗发烧的和嗓子疼的。”店员一愣，诧异地看着他：“同学，这是多少人生病啊？”好家伙，不仅店员愣了，我也愣了。买这么多药，难不成是有啥情况了？我需要隔离吗？刚好我挑好药，走过去打招呼问：“Hello， 你也来买感冒药吗？”好家伙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我声音都哑了。看来这次的感冒有点强劲。他听到我的声音后，下意识回头，眼神淡淡的扫过来，然后礼貌客气地点点头。果然被我传染了。于是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学弟，还是把感冒传染给你了。”他原本淡漠的眸子，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睁大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半天才询问：“陆学姐？啊，对呀。”原来没认出我，不过这也很正常，我穿着防晒衣，戴着大墨镜和口罩，包得跟个贼一样，认出来就怪了。然后立马回答我的问题：“没有传染。那为啥来买这么多药？”店员听到我们的对话，继续询问：“同学，那这些药还要吗？”这么一说，我也好奇地看向他。宋玉衡低下头，脸瞥到一边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耳朵慢慢红了，小声说：“要的。”然后又自顾自地解释：“我预防一下，买这么多药预防，看来挺惜命。”店员迅速打包，我排在他后面，也打算付钱。宋玉衡站在一旁，似乎纠结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把一大堆药递到我面前：“学姐，你别买了，用我的吧。”我付钱的手一愣，和店员一起看过来。宋玉衡耳朵上的绯红慢慢加深，一直蔓延到白皙的脸上。他递到我手上：“我已经痊愈了，你用吧。”啊，这是什么身体素质？1秒痊愈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就飞快地走出药店，然后瞬间又跑回来，低着头跟我说了一声再见，就匆匆离开，留下我和店员2个人面面相觑。我一脸懵逼，店员一脸吃瓜。回家后，我躺在沙发上，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劲。宋玉衡几乎落荒而逃的背影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这个学弟听说素来高冷，确实是很清冷的长相，声音也是淡淡的。但是我喝了一口水，想起来当时他遇到我的各种表情，他好像在我面前有点不一样。是我太自恋了吗？我摇摇头，决定走一步看一步，先给学弟发个信息，感谢人家慷慨送药，顺便给我的嫂子兼室友预言发消息：“我发骚了，速来陪我。”发完又想起来我这可能会给他传染，于是又给他发语音：“算了，你还是暂时别回来，省得传染给你，先回宿舍睡吧。”发完我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。再次醒来是被门铃声吵醒的。这个点谁会来我家？预言吗？他不是有钥匙。我一边穿鞋一边开门，一边嘟囔：“你是真不怕传染？”后面的话没说完，被我硬生生吞回去。因为我看到宋玉衡沉默地站在门口，额头微微出汗，手上提满了药品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怕？清冷带些喘息的声音和屋外的暖风一起向我袭来。我下意识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宋玉衡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低下头纠结很久才问：“我来了，你开心吗？”啊。原本就发烧的大脑此时彻底死机，脑子里闪过无数疑问，只能猜测他是不是顺路来看望我，于是只能懵逼的回复：“开心啊，谢谢你来看我。伸手不打笑脸人吗？”我回过神，想要去接他手里的大包小包，客气道：“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东西？”宋玉衡定定地看着我，似乎终于确定什么一样，巧妙地躲过我的手，好像我是什么妖怪。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想给你减轻重量，怎么搞得我像女流氓一样？我看了眼他被塑料袋勒出红痕的手，终于想起来请人进去。他一脸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叹口气说：“你还在生病，克制一点。”我真的不是烧傻了在做梦吗？宋玉衡进去之后，利索地把东西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又是一阵沉默。我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虽然说看望我是好意，但是这么不打招呼就来，也有点太自来熟了吧？而且也不叫我学姐了。我看了眼他拿的各种东西，试探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？”我不问还好，一问宋玉衡他的耳朵就微微发红，眼睛也不看我。我家就住在你们旁边。好家伙，怪不得我那天晚上能在最近的墓地碰到他，感情是邻居啊。不过这么帅的邻居，我居然一直没发现。我还想问他为啥突然来找我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起，预言的声音就这么传出来：“听小宁说你感冒了，我马上回家给你带点药。”咔嚓，我听到自己小脑萎缩的声音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颤巍巍的抬头，正好对上宋玉衡审视的目光。没记错的话，他和宋玉衡的头像都是一个星星，很容易搞混。救命啊！我垂死挣扎，问：“我今天没给你发消息吗？”预言也一脸懵：“没有啊，老天，你不会病糊涂了吧？”我马上到家。然后不等我说完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空气里弥漫着尴尬的气氛。我依旧不死心，差
颤巍巍地打开微信聊天界面，结果差点没撅过去。我发骚了，这4个大字像滚动字幕一样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。怪不得他这么奇怪。宋玉恒不解地望着我，我看着天花板，脚下简直能抠出一栋梦想豪宅。这怎么解释？怎么看我都是个搞颜色的人。我正在头脑风暴时，沉默许久的宋玉恒终于说话了：这些药都可以降火。然后继续说：你还在生病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他修长的手指一件件把各种降火的药取出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我尼玛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心情了，只觉得一觉起来天都塌了。我脑瓜子嗡嗡的，深呼吸好几口，正打算一五一十跟他解释时，突然一阵天旋地转，眼前开始慢慢发黑。药丸，低血糖来了。也是，我发烧1天没吃饭，刚刚又头脑风暴一下，我这老年人一般的身体委实扛不住。宋玉恒似乎观察到我的异样，快步向我走来，声音带了些疑惑：你怎么了？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，下意识地抓住能抓到的东西，慢慢地往地上滑。由于发烧脸呈现出不正常的红晕，但是嘴唇却是惨白的。宋玉恒在我抓着他的时候浑身一震，僵着身子不敢动，然后看我往下滑，才慢慢地捞起我，跪坐在地上抱住我。又是一阵沉默。他身上的温度和他这个人一样冷冰冰的，像个降温的大冰块。我已经顾不上尴尬了，颤抖着开口：快帮我，给我口吃的。后面的话我实在没力气，说得很轻，说完就更晕了。宋玉恒也不知道听到什么了，抱着我的手臂收紧了一点，声音都开始紧张，无奈地说：你不要这么着急。我能不急吗？再不给我口吃的，我就要嘎了。我等了他半天都不见他有动静，就这么抱着我，似乎在挣扎什么，表情都严肃很多。我服了，于是推开他，打算自己去找吃的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奈何我的力气太小，完全不足以支持我逃开他的怀抱。宋玉恒观察到我的反应，似乎终于挣扎结束，然后才终于低头跟我对视。原本欲言又止的表情，在看清我目前状态的一瞬间顿在脸上，随即换上焦急的神色。学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要死了呀！于是我费劲地指了指桌子上的吃的，很轻地说：低血糖。宋玉恒恍然大悟，懵了1秒之后，当机立断把我抱起来，还不忘说一句：抱歉，冒犯了。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到吃的那边，给我喂了好几颗巧克力。我如饥似渴地吃起来，眼前也逐渐清晰起来，恢复清醒的尴尬前仆后继地涌入大脑。我装模作样咳了一声：那个，谢谢啊，能不能放我下来？话音未落，背后传来房门开启的声音，紧接着传来熟悉的声音。卧槽！我吓了一跳，宋玉恒明显也被吓到了，把我往怀里带了一点，下意识转头去看声音的发源地。我的好室友兼嫂子玉言提着饭菜和药，睁着铜铃般的眼睛，震惊地看着这里，显然已经宕机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玉言看着宋玉恒，宋玉恒看着我，我低头看着我的脚趾头，我的脚趾头在抠豪华芭比豪宅。所以说世事难料，同样的场景居然在我身上发生了。去年我是吃瓜的渣，今年没想到成了瓜田里的瓜。大家这样的沉默已经保持很久了，我突然觉得这时候可以抽根烟，于是我抬起头抢先说：容我狡辩一下。我眼一闭心一横，先是解释刚刚我低血糖晕倒，所以宋玉恒抱着我，然后又实话实说：我发错消息了。还没等我继续说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那你要发给谁？玉言懵逼加吃瓜。宋玉恒眼睛里写满了不可置信，连声音都带着委屈。你打算发给谁？当然是发给玉言啊。于是我彻底摆烂，指了指玉言，认命地说：发给你。玉言满意地点点头，然后过来跟我贴贴。宋玉恒委屈的表情一瞬间顿在脸上，继而换成一种古怪的更破碎的表情，眼神不由自主地盯着玉言和我一指相扣的手。他这什么眼神？又想哪去了？我又意识到我发错的那句话，立马解释：不是我输入法有问题，我发的是我发烧了。发烧？我是生病了。宋玉恒脸上出现一刹那的空白，在原地怔了一会儿，终于明白什么一样，立马扭过头去，耳朵开始慢慢变红，然后红色开始蔓延到脸上。玉言不知道那条尴尬的发错的消息，眼神在我俩之间扫了好几眼，打趣道：哦，这就是那个被你当成鬼的学弟吧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宋玉恒却向玉言点头问好，一副乖巧的样子。玉言露出姨母笑，看了眼桌子上的药，还挺体贴呢。然后突然移了一下，顺手拿起桌子上的药，诧异道：你怎么给他买的降火药？他扭头看我：你不是发烧吗？怎么还上火了呢？够了，不用反复鞭尸了。此话一出，我能感觉到我自己的脸开始烫起来，我压根不敢看宋玉恒的反应，只听到他沉默很久，才站起来说：我上火了。声音比以往都低沉很多。玉言了然地点点头，还要再说什么的时候，宋玉恒终于忍不下去一样，突然向我们解释：我先走了，我朋友的猫生孩子，我去看看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他一次性说这么多话，这该是多么重要的孩子，而不是朋友。然后不等我们反应，说了声再见，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他走后，空气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，我终于可以摆烂地躺在沙发上，指使玉言：小妍子，给本宫盛饭。玉言给我做了个国际友好手势，然后帮我冲药剂。他一边冲药一边思考，似乎在复盘刚刚的一切，一脸此时有诈的表情看着我。你们不对劲。果然，下一秒他就说：给我看看你发错的消息。啊，该来的还是会来。算了算了，我也没打算瞒他，认命的给他打开聊天界面，然后哐哐炫耀。空气里寂静了一瞬间之后，就是玉言那雷鸣般的笑声，边笑一边捶我：哈哈哈哈哈，你真胆啊！你哥认识一个精神科的医生，需要我给你挂号吗？哈哈，呜，别笑了，你们都笑我，偏偏我最好笑。我欲哭无泪的干饭，我的优雅大方、美丽矜持人设彻底完了。等他笑够了，擦着眼泪说：不过宋玉恒也不对劲，这都能来见你。
我想了想刚刚我们一开始的对话，无语地解释道：所以他提着一堆降火药来劝我回头是岸啊。然后我们大眼对小眼一阵，突然两个人都狂笑起来。预言先停下来，戳了戳我。哎，我觉得这学弟可能对你有意思，你怎么想？我本来就有点这种感觉。他这么一说，我更怀疑了。但是没理由啊，我们之前都没见过。我摇摇头，最近毕业季太忙了，暂时没有多大想法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先等我的病好了再说。为了怕他感染，我还是让预言回宿舍睡，正好他明天要去外地开会，也方便一点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热醒的，感觉自己头依旧晕乎乎的，一量，好家伙，39.5。我按到不妙，立马换衣服起床，打算去医院看看，纯靠吃药怕是不行了。结果一开门，正巧和刚抬起手的宋玉恒打了个照面。我是烧的出现幻觉了，还是我开门的方式不对？怎么又开出个宋玉恒？宋玉恒应该也没料到我突然开门，他脸上是转瞬即逝的茫然，然后立马整理表情开口：早上好。我专门过来跟我说早上好，我是真起懵了。我挠挠头，也笑了笑向他问好，然后又是一阵尴尬。我有点晕，浑身都热，正要问他还有什么事的时候，宋玉恒颇有些懊恼的开口：我校园卡落你家了。哦，原来是来拿校园卡的。我赶紧让开，跟他进来一阵翻找，却都没找着。奇了怪了，昨天的活动区域不就是客厅吗？我正在疑惑的时候，就见到宋玉恒站在沙发旁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发现他的校园卡露出一个边边，正巧被我刚刚换下来的脏衣服盖住。刚刚我太着急了，就随意丢在沙发上了。我的内衣也在那里。我的脸瞬间爆红，立马把衣服收起来，结巴的解释道：我急着去医院，就来不及收拾，然后把校园卡递给他。宋玉恒有些冷的指尖划过我的手，我不合时宜的想起昨天他抱着我时那令人降温的体温，他真是个大冰块。宋玉恒却快速捕捉到信息，眉头微微皱起来，担心的问：病情严重了吗？我点点头。宋玉恒思索一会儿，说了句冒犯了，就伸手探向我的额头，然后眉头越皱越紧。很烫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哎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宋玉恒不由分说就拉着我下楼上车一条龙服务，我就没再拒绝，毕竟我不会开车，他送我也方便。只想着我之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，毕竟不是在坑他，就是在坑他的路上，他还冒着被传染的风险送我去医院。我的感觉很敏锐，这次感冒果然来势汹汹，医生说要连续挂水好几天，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于是我向学校请了假，打算一个人在医院养身体。宋玉恒却在听了我的打算之后若有所思，认真的在手机上搜索着什么。我问他要是有事可以先走，不要耽误正事。宋玉恒收了手机，对我笑了笑，轻声说：没事，现在就是正事。我没听清，他却不愿意再说一遍。之后的几天，虽然说是我一个人住院，但是其实宋玉恒每天都会在不同时间里来给我送饭，以及陪我坐着聊天。相同的是，每天都会带来不同的鲜花。在刚开始我劝过他，让他别来了，会被传染。宋玉恒不以为意，多次相劝无果，我就没再管了。相处久了，我发现他真的是不善言辞，而且不经斗，经常在我开玩笑的时候就脸红了。刚开始他还只是闷着不说话，到了后面数起来，他就会低着头插花，小声抱怨：你就会欺负我。隔壁床的大姐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说：你和你男朋友感情真好。宋玉恒插花的手一顿，耳朵慢慢染上红色。我赶紧摇头说：我们是同学。大姐有些尴尬的笑了，笑眉在打趣我们。我回头去看，发宋玉恒就保持刚刚的姿势，撅着唇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个角度看上去莫名有些可怜，怎么看起来有点难过？我正打算问时，宋玉恒突然抬头，像是又重新振奋起来一样，笑着说：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什么玩意？他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毛病怎么又犯了？我们这样的相处模式一直持续到我出院都没有改变，只要一到饭点，他就自己带饭过来。出乎意料的，我居然习惯了跟他一起吃饭，而宋玉恒强悍的身体素质居然还真一点都没被传染。我实在忍不住问：你身体素质可以呀，还真没被传染？宋玉恒先是有些骄傲地点点头，然后又小声说：你的病毒不喜欢我，所以不传染。这什么脑回路？我被他逗笑，算再迟钝也反应过来他的意思。于是我问：那你觉得我呢？他一愣，飞快低下头，然后缓缓摇头。哎，他怎么这么傻？都是成年人，而且都一起吃饭快1个月了，每天跟这么一个大帅哥一起吃饭，说不动心是假的。我清了清嗓子：我和我的病毒不一样。宋玉恒一怔，然后猛地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，抬起头看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向他伸出手，也笑着邀请道：以后要一起吃饭吗？宋玉恒眼睛里的笑意在我伸出手的一瞬间开始放大，慢慢握住我的手，声音都是上扬的：每天都要一起。第二天我在宿舍整理东西时，宋玉恒突然打电话让我下去一趟。我没多想，结果下去之后被吓了一跳。宋玉恒带了一大束玫瑰，还有各种礼物，站在楼底下等我，路过的人都来来回回的看。我又感动又尴尬，硬着头皮走过去。宋玉恒将花递给我，笑着说：昨天的告白太草率，今天给你补上。然后轻轻地在我耳边说：所以陆春和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看着他笑得像孩子一样，也笑起来，然后点头。番外，所以说打脸来得如此之快。我在1个月前还信誓旦日地跟室友们说我肯定不谈恋爱，省得又被人叫玫瑰姐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又谈了，所以又喜提外号打脸姐。我服了。和宋玉恒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他比之前还要严谨，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上网去查。我也终于知道他之前老在手机上查什么，无非是一些说话的技巧、高情商回答、制造惊喜的方法之类的东西，乐此不疲。有一次跟他在图书馆学习时，他突然借口出去趟，然后再回来时就是一脸得意的笑。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宋玉恒却突然向我伸出拳头，示意我跟他碰个拳。
我好笑的跟他碰了拳，想看他要搞什么蛾子，没想到下一秒，一朵橙色的小玫瑰就这么掉在我手上。我抬头就对上宋玉恒浸满了笑意的眸子，他说：“玫瑰印章，喜欢吗？”我被他搞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，说喜欢。后面我才知道，他给我买了一大束花，在外面放着，等到没啥人的时候才拿给我。我问他为啥不拿进来，宋玉恒就有点委屈地说：“我上次在宿舍门口给你买花，你说人太多了，好尴尬。送花不奇怪，但是哥们你长得有点帅，再拿个花往那一站，真的很吸睛啊。而且你拿的是玫瑰呀，我的外号是玫瑰姐，我尴尬是正常的好吗？”不过一会儿，他又自己把自己哄好了，乐呵地拉着我去逛街。结果乐极生悲，刚一出校门我就愣住了。校门口，西装革履的高大男人靠在车上，一脸冷漠地看着学校，似乎在等什么人。干！我怎么碰到我哥这个扑克脸了？他估计是在等预言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预言从学校出来，飞快向他跑去。而我哥原本冷漠的眸子，在看到预言的一瞬间变得柔和起来，也慢慢地向他伸出手。我手上拿着花，不去当电灯泡，拉着宋玉恒转身就走。毕竟他们俩好久没见了。结果没走多久，我哥的消息就发了过来：“你怎么跟买你花的那小子走在一起？”我什么话？我探究地盯着宋玉恒，觉得他很可能瞒了我一些事情，比如他为什么喜欢我这件事。其实我问过他很多次，每次都避而不答。如今被我哥无意间挑破，于是他只能无奈地举手投降，跟我讲了他过去的事情。原来我刚搬过来的时候是他人生的低谷期，亲人离世，学业也不理想，但是我每天都笑嘻嘻的，成天乱窜，所以他就对我非常好奇。适逢当时举办了一个慈善义卖活动，我也特别想奉献力量，奈何画工有限，于是折腾许久，也只能把自己画的丑东西拿去卖。没想到在第一天就被卖出去了，我又惊喜又好笑。所以是你买了那幅巨丑的花？宋玉恒似乎想到什么，点点头笑起来。我以为你这么阳光的人，画作也会阳光，没想到是抽象风格。可以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再说就要打你了。不过还是感慨世界真奇妙，兜兜转转还是相遇了。我问，所以你就是那时候就开始暗恋我？我本来以为宋玉恒会害羞，结果他现在脸皮厚了，坦然回答：是。这暗恋的理由也太简单了吧，我还以为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感人事件呢。宋玉恒笑了笑，与我十指相扣。喜欢一个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呢？嘿，越来越会说了，看来学网上那套学得不错。不过说的也是。我跟他对视了一眼，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我抱着一大捧花跟宋玉恒走向更远的地方。全文完。